好，再来关注持续超过100天的俄乌冲突。目前，双方围绕北顿涅茨克的巷战仍在持续，并各自宣称在该地区取得优势。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周日发生多起爆炸事件，乌空军称俄军出动图95战略轰炸机对基辅进行了导弹攻击。当地时间周日凌晨，基辅市发生多起爆炸，随后乌克兰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当天早上从里海水域使用图95战略轰炸机发射导弹对基辅进行了攻击。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当天上午6时左右发现来袭导弹并进行拦截，击落了1枚巡航导弹。据悉，基辅市达尔尼亚奇区和第聂伯区的部分基础设施遭到俄军导弹袭击，并引发火灾，袭击造成1人受伤，没有人员死亡。据俄新社报道，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周日介绍，俄空天军用远程空击高精准导弹摧毁了布置在基辅近郊车辆修理厂厂房内的 T72坦克和其他装甲车。4月，俄军就曾出动图95战略轰炸机，也是从里海上空向敖德萨发射了数枚巡航导弹。乌军成功拦截2枚导弹，有4枚导弹击中目标。分析认为，俄军图95之所以从里海上空发射导弹，主要是因为这款轰炸机服役时间已经很久，飞行速度只有每小时815公里，在乌克兰战场容易成为靶子，所以未来图95进入乌克兰境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预计只能在里海或者黑海上空作战。目前，俄军尚未有出动图160战略轰炸机的迹象。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围绕卢甘斯克地区行政中心北顿涅茨克市的激战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周六宣布，乌克兰军队在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已经开始向相邻城市利西昌斯克撤退。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俄防空力量在黑海敖德萨港附近击落了一架载有武器和弹药的乌克兰军事运输机，并使用导弹摧毁了位于敖德萨州的一个外国雇佣军部署点，打击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地的多个乌军设施。乌克兰军队在争夺北顿涅茨克的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一些部队战损率高达90%。而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俄军虽然控制北顿涅茨克大片区域，并炸毁了北顿涅茨克的多座桥梁以阻止乌军增援，但乌军仍在坚守阵地，并在几个地区击退了俄军。乌方还表示，即使俄军能够控制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也将面临兵力和补给不足的问题。如果这个北顿涅茨克是能够完全被俄罗斯控制，那么俄罗斯在采取军事行动时候宣布的解放顿巴斯这个任务就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另外呢，马里乌波尔因为已经俄罗斯控制了，这样呢就2个州的全部领土已经算归到2个自我宣布独立的共和国底下了。当地时间周六，俄罗斯媒体还播出了一段俄总统普京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片段。据悉，采访由俄罗斯第1频道电视台完成。这段视频是对普京完整版采访的预告片。该电视台说，这是俄军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普京首次受访并播出。受访中被问及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时，普京表示这很容易应对，这些武器正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像砸坚果一样炸开。至于被毁武器的种类和具体数量等，普京并未明确说明。也传达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明这个俄罗斯并没有像西方那个说的那样在乌克兰呢打得不怎么样。还有一个呢，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之前呢，外界呢有的是造谣，有的是就说普京很长时间没出来了。另据俄新社周日报道，普京在接受俄罗斯第1频道采访时还警告称，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火箭炮等武器，俄方将予以回应，对那些还没有进行打击过的目标进行打击。周一，拜登政府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亿美元的新一轮安全援助，其中包括先进的多管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其射程可达俄境内。这款武器在华盛顿官员的描述中被称为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所获的最强大武器。虽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乌克兰已经做出保证，他们不会使用这些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美国是在故意火上浇油。俄方认为美方行为不利于激发乌领导层的和平谈判意愿。周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塞尔维亚电视媒体采访时表示，西方国家禁止乌克兰进行和谈，乌克兰已经沦为美国和英国的筹码，作为遏制俄罗斯的工具。который возглавил сейчас Запад и которому, в общем-то, полностью послушны и НАТ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который утратил свою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 достаточно уже какое-то время. И управляют, конечно же, украинцами в качестве инструмента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в качестве инструмента, теперь уже говорят, истощ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в качестве инструмента нанесения России поражения на поле боя. 当地时间周五，拜登在特拉华州就美国5月份就业报告发表讲话。在讲话结束时，有记者问道：“乌克兰是否必须割让领土才能实现某种和平？”对此，拜登作出回答 ：“From the beginning, I've said, and I've been, not everyone's agreed with me, nothing about Ukraine without Ukraine. It's their territory. I'm not going to tell them what they should and shouldn't do.” 拜登还称，未来某个时刻将会有一个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但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让乌克兰人处于能够自卫的状态。虽然拜登口口声声表达乌克兰自己做决定，不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在俄乌局势长期僵持背景下，美西方官员表示，人们越来越担心，如果俄乌不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战争可能将会持续数年。因此，最近几周，美国官员一直定期与英国、欧洲官员举行定期会晤，讨论潜在的停火框架以及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但乌克兰方面并未直接参与这些讨论。报道还披露，在美英欧官员定期会晤的议题中，包括乌克兰承诺在北约问题上保持中立，以换取部分安全保障等。如果是西方提供的援助数量够、质量够、时间又够长，那么可能就能支撑乌克兰的继续打下去，乌克兰就不愿意谈判。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客观上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实际上是美国西方掌握的乌克兰战场上跟谈判的节奏。欧盟周五公告称，已批准对俄实施第6轮制裁，其中包括分阶段实行石油禁运。美国一边撺掇欧洲盟友对俄进行能源禁运，一边却在暗自囤油。《华尔街日报》证实，大量俄罗斯石油正通过隐匿的方式运往美国。俄方表示，美国在故意削弱欧盟国家的经济，从而使他们更加依赖美国。欧盟第6轮对俄制裁周五生效，欧盟将在6个月内停止购买俄罗斯海运原油。波兰外交部副部长亚布隆斯基周六表示，对俄制裁应该更加严厉，比如延伸到天然气领域。他还透露，欧盟官员已经开始制定第7轮针对俄制裁方案，但当中是否包括对天然气领域的制裁，亚布隆斯基并未说明。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制裁，尤其是能源领域，但这招杀手锏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并未达到美欧预期的效果。A ban on oil, as the US has increased the prices on the world market. So Putin earns more money with lesser selling of oil. And this is a problem, of course, and we have to find a solution. 俄外长拉夫罗夫周六表示，俄国家预算不会因对欧盟供油受限而遭受任何损失。俄已提高对其他市场的石油销售。他还预测，俄罗斯今年能源出口获利将会大增。就到5月份为止吧，差不多一天的油气能源出口10.2亿美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呢，据俄罗斯财政部自己说，一天是1500万美元。据西方说呢，一个月是9.5亿美元。那就是说，俄罗斯一天出口收入，能源出口收入就足以支撑它一个月的军事行动的需要了。
事实上，就连美国也在大量买入俄罗斯石油。美国对俄罗斯能源禁运于3月8号颁布，4月22号生效。数据显示，美国进口商赶在禁令生效前大量囤购俄罗斯石油。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美方正尽一切努力使实施制裁的主要负担落在欧盟国家身上，这是故意削弱欧盟国家的经济，从而使他们更加依赖美国。欧洲为此承受的损失可能超过2500亿欧元。油气价格升高，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欧元对美元的比价明显的降低，欧元对卢布的比价也在明显的降低。的确，制裁造成了这样的效果，但是美国的主要目的还是制裁俄罗斯，目的就是让俄罗斯的经济恶化，经济越来越弱，然后人民生活也受影响，让人民对现政权产生不满，动摇普京的统治。尽管从官方数据上看，美国在5月未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但是《华尔街日报》周3披露，一些俄罗斯石油已通过隐匿的方式进入美国。报道称，俄罗斯原油被装载在被标注为未知目的地的油轮上，这些原油航行至海上后，在大型油轮上卸货，随后与其他国家出产的原油进行混合，以此掩盖俄罗斯原油的身份。报道还称，印度炼油厂作为俄罗斯原油的大买家，就是先从俄罗斯大量进口，再由印度精炼厂将其精炼成印度产的汽油、柴油等石油制品，然后销往欧美。《华尔街日报》引用数据称，自俄乌冲突以来，印度已成为俄原油流向的一个最主要中转站，每天进口量达80万桶，而冲突前这一数字为每天30万桶。其中，仅印度的能源巨头信实工业一家就在5月进口了超过去年同期7倍的俄罗斯原油。相比布伦特原油每桶120美元左右的高位，目前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的交易价格仅为每桶93美元。有美媒分析，欧美对于俄原油的封杀反而给印度精炼行业空前的发展机遇。报道还表示，由于相关国家的政策本身存在漏洞，所以印度做法至少目前看来并不违规。欧洲一直在努力说服印度对俄采取强硬立场，并质疑购买俄石油是为其提供战争资金。对此，印度外长苏杰生周5在斯洛伐克出席一个论坛活动时就反问：欧洲购买俄天然气不是为战争提供资金吗？既然欧洲也在买，就该体谅印度，让我们公平一点。印度真聪明啊！印度被俄罗斯认为是对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尽管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大，印度恰好就利用了这么一个机会，增加了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另外，由于西方的限制进口它压得不得不比原来实际价格更低这样印度就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从这个也可能给其他国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就是利用大国的竞争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俄乌军事冲突过100天后仍在激战，俄军渐渐占据主动，但乌军期待西方援助的重武器能助其扭转战局。那您认为这仗还要打多久？主持人好，俄乌军事冲突还在激烈的交锋中，双方都在提进，都没有停战谈判的迹象。俄罗斯公布了开战以来的战果，普京总统说俄军防空系统就像砸开坚果一样炸掉了乌克兰的武器，包括美西方援助的武器，很有种越战越勇的兴奋。而在乌克兰方面虽然有乌军拒绝送死的厌战传闻，虽然也有总统和军方有矛盾而发生政变的说法，但是乌军在北顿涅茨克仍然在悍战。据说从俄军手里夺回了20%的失地，就进入了消耗战阶段，看谁的忍性强，看谁能把这个战事支撑下去。相比之下乌克兰似乎更被动一些，自己没有很强的武器和经济力量做后盾，全靠美西方的援助。如果西方感到厌倦了、疲倦了，觉得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底洞，而且会影响到自己的经济发展，那么乌克兰继续战争就没有后援了。尽管现在美西方还在援助乌克兰，但是欧美已经就是否继续打仗，是否继续制裁俄罗斯产生了一定的分歧。拜登总统也说乌克兰是否各地求和那是他们的事，我不会说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这显然反映了美国的这个倦怠感。
也许呢，在美国先进火箭炮系统到达以前，俄军能否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将是一个重要的看点。俄军主力呢都在顿巴斯地区，也打了8年的仗。如果俄军攻克顿巴斯，那么就意味着乌军主力被打掉了，冲突呢就到了新的转折点。要么呢，俄军继续进攻，要么坐下来谈判。阿富汗塔利班呢，这个为什么最后取得了胜利，不在于塔利班击败美军，而在于比美军呢撑得更久。塔利班战俘呢对这个美军呢说了一句名言：“你们呢有手表，但是我们有时间。”那么这种情况呢，说到俄乌战争也挺合适的。美西方呢原无有时间表、有限度的，而俄军呢有的是时间去破解。可以说呢，只有俄军的推进至少被阻止以后，外交时刻才会到来。现在呢还看不到这个时刻。美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了核弹式经济制裁，对乌克兰危机有没有影响呢？为什么说制裁导致美印俄三赢？那这种说法有根据吗？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能源制裁、金融制裁、科技制裁，到目前为止呢，对俄罗斯是有影响，但不是致命的。因为呢，这个俄罗斯呀，很快调整了能源的输出线路，改变了全球能源流动的版图。欧洲呢，减少对俄能源依赖，只好改变方向，不再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而是呢从美国和北非进口能源。欧洲从美国进口原油呢，5月份比3月份增加了15%。欧洲呢，从北非和西非进口原油的这个量呢，也是创下了新高。那么欧洲啊，损失当然就比较大了，舍近求远的结果呢，就是成本增加，油价升高。你比如说德国呀，因为能源转向，每年呢要增加起码50亿欧元的成本。那么受能源和金融制裁的限制，俄罗斯呢快速的调整了能源出口路向，向亚洲市场供应。那么在过去3个月内呢，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原油数量呢是同期的4倍，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原油买家。4月份呢，印度进口俄罗斯的原油是720万桶，那么5月份呢就猛增到了2400万桶，6月份呢预计呢要达到2800万桶，这近乎呢就让欧美的制裁失灵。而俄罗斯现在的石油收入呢也是相当的可观，每月呀有200亿美元。那么从2022年年初以来呢，就增长了50%。更有意思的是，印度进口俄罗斯原油以后，进行精加工，变成汽油、柴油等石油制成品，然后呢又销往美欧。这样来看呢，这个美国、印度、俄罗斯就是3赢，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输的呢，毫无疑问就是乌克兰、欧盟。不过呢，这也是目前的状况。要是俄乌冲突迟迟没有尽头，对俄制裁呢持续的保持，那么对俄罗斯经济呢还是有诸多不利的，包括呢美国可能祭出这个2级制裁，要印度等进口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呢付出代价。美西方制裁俄罗斯能源产业，加深外界对能源短缺的担忧。不过，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日前达成协议，决定额外增加原油供应。由于国内汽油价格飙升，导致高通胀的美国对欧佩克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白宫方面还一度释出，美国总统拜登将前往中东，尤其是要去此前撕破脸的沙特与王储进行会面。不过，美政府官员最新披露，拜登的中东行将延后至7月。据路透社此前报道，拜登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沙特首都利雅得，会见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这次访问可能会安排在已经列入计划的以色列、德国和西班牙访问之旅中。不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周五引述白宫高级官员的话披露，拜登中东行被推迟到7月份。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中东行的相关消息连续几天出现在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头条位置。美媒之所以如此关注拜登此访，是因为他和沙特王储的关系颇为尴尬。早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拜登就曾因《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吉事件扬言，让沙特变成真正的贱民。The CIA has concluded that the leader of Saudi Arabia directed the murder of U.S.-based journalist Jamal Khashoggi. The State Department also says the Saudi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executing nonviolent offenders and for torture. President Trump has not punished senior Saudi leaders. Would you? Yes, and I said it at the time. Khashoggi was in fact murdered and dismembered, and I believe in the order of the Crown Prince. And I would make it very clear
We were not going to, in fact, sell more weapons to them. We were going to, in fact, make them pay the price and make them, in fact, the pariah that they are. 拜登上任后，美沙关系更降至冰点，特别是受俄乌冲突的影响。3月份开始，全球油价开始飙升。拜登曾主动接触石油巨头沙特，希望能够说服其增产，以遏制油价持续上行。但《华尔街日报》披露，尴尬的是，面对拜登打来的电话，沙特王储竟数次挂断。这两国曾保持近80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今却进入了最令人担忧和最不确定的时期。然而，拜登如今面对诸多内政外交问题，包括国内油价高企、巴以冲突和伊核协议等，都离不开与沙特合作解决，这让他不得不低头。美媒称，连月来，拜登一直想方设法与沙特王储搭上关系。他的中东高级顾问布雷特·麦格克和能源问题特使阿莫斯·霍赫斯坦在利雅得进行了一系列低调的访问，力图为双方的会面铺平道路。经过美方持续的努力，沙特的态度似乎有所软化。在拜登延后中东行的消息曝光之前，沙特刚刚解决了拜登的2项优先要务，一是协助延长在也门的停战期，另外就是松口同意增产石油。以沙特作为主要产能国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周4正式宣布增产，将其7、8月石油供应增加幅度扩大至50%左右。美方立刻对该组织做出的这一重要决定表示欢迎，称赞沙特在欧佩克达成共识和促进增产方面起到的作用。有白宫官员称，欧佩克扩大增产是拜登政府任内美沙关系的一次重大突破，因为近1年来，即使油价曾逼近历史最高位，沙特也断然拒绝了美国的增产呼吁。这次是沙特的重大转变。观察指出，欧佩克的决定是在欧盟第6轮对俄制裁涵盖石油禁运，加深外界对能源短缺的担忧而做出的。但国际原油市场不降反升的反应却显示出，欧佩克增产难以弥补俄罗斯产能空缺，因为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欧佩克中仅有沙特和阿联酋拥有剩余增产能力，即使这2国能够向市场投放更多石油，投放量也有限。沙特当下生产水平几乎与2020年4月基本持平。如果考虑到俄乌冲突继续等因素，国际原油市场的供需缺口将进一步被扩大。美国其实比较早的就对俄罗斯实施能源禁运，那欧盟其实第6轮制裁也是对俄罗斯实施了这个能源的禁运，部分的能源主要是石油。俄罗斯它是作为全球的这个油气的主产国包括它产量、储量以及出口量都是非常之高的，它日产原油差不多1100万桶一多半是用来出口的。那这些其他国家很难弥补这个巨大的这个产出缺口。即使是说沙特适当的增产，其实它也要平衡跟欧佩克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增产不是一朝一夕的它需要时间，也需要限定。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认为，即便拜登妥协出访沙特，也很难达成其主要的2个目的，即降低油气价格以及孤立俄罗斯。那沙特它是一个石油的主产国，对吧？那你高起的这个油价，它有利于它的财政收入，有利于它的外汇收入，有助于它的沙特的经济。第2个方面呢，其实那沙特它其实也要平衡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尽管俄罗斯不是欧佩克成员国，但是它是欧佩克加成员国。那俄罗斯不管是1言9鼎，它说话是算数的，尤其是近来。那这个沙特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不断的交好的。那如果是美国硬压增产，其实它是损害沙特的利益，损害欧佩克国家的利益，也损害沙特和这个俄罗斯之间的利益的。而对于面临中期选举压力的拜登来说，向沙特伸出橄榄枝，盼其增产，主要是为了压低美国内居高不下的油气价格，缓解高烧不退的通货膨胀。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去年4月到今年4月，美国物价上涨了8.3%，不单是汽油、食品、汽车和其他产品的价格同样飞涨。拜登周5在特拉华州就美国5月份就业报告发表讲话时，就直言不讳地说，抗击通胀是其首要经济任务。除了美联储方面之外，他还计划降低美国家庭生活成本和联邦赤字来应对通胀。然而，美国智库研究结果显示，比起拜登提出的几项缓解通胀的方法，最立竿见影的恐怕是降低对华关税，能够立刻将通胀率有效降低至少1.3%。而自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以来，美国的进口商已经为美中贸易战引发的关税支付了1365亿美元。
这些成本主要转嫁给美国消费者。不过，面对美财长耶伦以及诸多经济学家、业界人士呼吁降低对华关税以缓解通胀的呼声，拜登却展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而实际上，美国总统在关税问题上具有一锤定音的权利。美媒认为，白宫内部就是否削减对华关税争吵不休，是拜登举棋不定的主因之一。此外，美媒上周五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已经跌至他担任总统来的最低点，只有约39%的美国成年人认可其执政表现，同1个月前的45%相比继续下降。刘英认为，持续低迷的民调让中期选举压力紧迫的拜登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降低对华关税的决定。尽管他口口声声地说控制这个通胀是他的首要问题，但实际上背后可能他更关注的是他的政治问题和选民的选票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其实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这个所谓的贸易摩擦，其实它是以遏制中国为目的。尽管它的这个高额关税，其实既不利于它的经济它也不利于它的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它的这个通胀的解决，但是它是能够遏制中国的。尽管这个损人不利己的这个招数和策略，但是美国还始终在坚持。韩国军方周日通报，朝鲜当天上午在不同地点发射8枚导弹，这是朝方首次在多个地点几乎同时发射这么多导弹。除此之外，朝方近期还创新洲际导弹和短程导弹混合发射等方式，透露出什么信号？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新总统尹锡悦上任不到1个月就进行了3场美韩联合军演，并宣布派出史上最大规模兵力参加美国牵头的环太军演。韩国媒体担忧对朝紧张将不利半岛和平。来看报道。这是尹锡悦就任韩国总统近1个月以来，朝方第3次发射活动，也是今年以来的第18次。美国国防部长即将访问亚太，首站要到达日本，而且在日本要强化对朝鲜的所谓攻势作战行动。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朝鲜是一种巨大的军事威胁，所以用导弹回应。第二呢，号称是史上最大的环太军演即将展开，目标国肯定是包括朝鲜在内，而且韩国派出了国宝级的作战舰艇参加，也说明呢，在对朝鲜周边进行强大的军事威慑。当天，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紧急约见正在首尔访问的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同时还邀请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船越健裕进行通话。美日韩3方表示要保持紧密沟通合作，维持美韩和美日联合防卫态势。韩国总统室表示，总统尹锡悦已经就此作出指示，要求韩军保持严密戒备态势，并持续加强包括美韩导弹防御演习在内的延伸威慑力和联合防卫态势。当天临时召集的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与会高官一致认为，朝方此举是在试探尹锡悦新政府成立初期的安全态势。韩国国防安全论坛资深研究员申忠宇则指出，朝鲜首次连发8枚导弹，或旨在以此向美韩海军联演表示不满。周4到周6一连3天，美韩海军联合在日本冲绳东南方向的公海海域实施航母战斗群演习。韩军动员将赴夏威夷参加环太军演的参演兵力，包括1.45万吨级的马罗岛号2栖攻击舰、7600吨级的世宗大王号驱逐舰和4400吨级的文武大王号驱逐舰。美军则出动以里根号核动力航母为首的第5航母打击群参演。这是4年7个月来美国航母首次参加与韩国的联合演习。参演的韩军指挥官登上里根号航母，与美军进行联席会议，确定防空、反潜、补给、拦截等多种训练科目。上周，里根号和林肯号在日本冲绳附近海域进行双航母演练。时事评论员杜文龙向深圳卫视指出，里根号随后又在同一海域与韩军联演，秀肌肉意味明显。美国总统首次亚太之行，就把亚太军事扩张作为第一步，而且在访问期间，无论是双航母24小时之内在横须贺的进出，以及呢各种所谓的核符号在周边的放大，反映出美国军事战略的重心正在向亚太调整。像之前单艘航空母舰作战群，它只是威慑，如果能够形成2艘到3艘的这种编队，这是实战编组。所以里根号一旦加入到作战编队之内，这样对周边会产生极其严重的战略影响。
根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时的声明，美韩通过此次联演，进一步巩固严厉应对朝鲜任何挑衅的立场，共同检查联合防卫能力。美方还展现切实履行向韩提供延伸威慑承诺的决心。所谓延伸威慑，指的是美国对韩国提供核保护伞。韩方还强调，美韩将基于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增强联合防卫力量，保持高度戒备，以压倒性的力量战胜朝方挑衅。外界注意到，尹锡悦上台还不到1个月，但这段时间以来，美韩联合演习相当频繁。5月份就举行了为期4天的联合反潜海洋探索训练，以及为期2周、代号为韩国飞行训练的联合空中演习。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在寅政府时期，为了避免刺激朝鲜，将原本的超级雷霆大规模美韩联合空军演习改称为韩国飞行训练。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尹锡悦对朝态度出现根本性改变，他一口气将包括联合参谋总长在内的韩军7名大将级官员全部大换血，给出的理由是进行应对朝核威胁的国防改革。尹锡悦还宣布让韩国与华盛顿更紧密结盟的口号。一些文在寅执政时期暂停的美韩联合军演被重启。他在竞选冲刺时期甚至还提出要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遭到朝方猛烈抨击。韩国世宗研究所朝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郑向昌认为，新政府上台后，我们很可能看到朝鲜核问题迅速恶化。尹锡悦在就职之前曾经说过，安抚朝鲜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且要求美国的战略重制裁要向韩国部署，并在首都圈要增购萨德系统。如果在美国的捆绑和支持之下，在半岛地区通过军事对峙，有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军事上的不确定性。但德国之声电台注意到，拜登上月访问首尔时，一改美国总统到访韩国首先视察军事设施的惯例，一下飞机就直奔3星的半导体工厂，释放出美方对韩国半导体产业更为关注的信号。美国不重视半导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是，拜登政府任由驻韩大使一职空缺1年0.4个月，而拜登政府最新委派的美国驻韩大使菲利普·戈德堡的背景也受到韩国舆论高度关注。韩联社指出，戈德堡曾在2009年至2010年间担任美国国务院联合国对朝制裁协调员，被认为是对朝最强硬的美国外交官。今年4月，戈德堡获驻韩大使提名时，有再次对朝鲜政府出言不逊，并宣称朝鲜要求解除制裁，恰恰是美方要持续制裁的真正原因，并重申对朝实施全面、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无核化，符合美国的核不扩散目标。实际上，正是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导致2019年朝美领导人河内峰会破局。韩国媒体《朝鲜日报》刊文不无担忧地指出，拜登委派一名制裁朝鲜专家出任驻韩大使，显示了美方对朝的强硬态度。美国驻韩大使空缺了1年多，新来的大使来者不善，对朝鲜的制裁经验非常丰富。目前韩国政府正在转向，特别是对朝政策正从之前的相对稀松向严格、对抗、军事这几个方面转型。如果在美国大使的支持和鼓励之下，与美国的军事关系也会更加紧密。今后半岛地区美国的要素、美国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放大。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透露，朝鲜周日上午向东部海域先后发射8枚短程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这是平壤方面对刚刚结束的美韩海军联演表示抗议。那您对此怎么看？是的，童迪。根据韩国联参本部今天稍晚时候公布的遥测信息来看，朝鲜方面发射的8枚导弹来自不同的发射阵地，导弹飞行距离从110公里到670公里不等，飞行高度从25到90公里不等，速度在3到6马赫。从飞行包线倒推弹药性能，不难看出朝鲜方面射出的8枚导弹可能有多个型号，包含了中短程战术弹道导弹和具备精确制导能力的远程火箭弹。从发射的时机上看，我个人认为朝鲜想借此释放几个信号。首先，平壤方面对尹锡悦就职韩国总统以来的一系列亲美举动表示不满。尤其是5月下旬的美韩元首会谈，发布了针对性极强的联合声明，包含扩大在朝鲜半岛方向上美韩军事演习的规模和范围，这无疑挑动了北方的敏感神经。另一方面，尹锡悦总统在迎接拜登到访时向美国国旗敬礼，此事不光引发了韩国民众的质疑，还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北方同胞的感情。
有朝鲜局势观察人士认为，尹锡悦此举有辱民族尊严，是对朝鲜半岛南北民众同宗同源民族叙事的结构性损害。再加上尹锡悦总统在接受美国 CNN 专访时他特别谈到所谓对朝绥靖的时代已经结束，过去5年来这种做法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这种打脸文在寅对朝政策的硬话，在平壤听来自然也是十分刺耳。其次，平壤方面也想借此表达对美国拜登政府一系列敌视政策的不满。上个月，美国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层面推动对朝鲜追加制裁，但被中国、俄罗斯不容置辩的2张反对票一巴掌拍了回去。但拜登并不死心，第2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更新了制裁名单，一位朝鲜公民、1家朝鲜公司和2家俄罗斯银行赫然在列。联合国安理会的路走不通不要紧，还有美国国内法单边制裁。此举虽然对朝鲜而言不痛不痒，但姿态却是十分不友好。事实上，自拜登上台以来，朝鲜方面还是尝试过保持战略耐心，审慎观察了一段时间。但现在，拜登的所作所为已经很难换取平壤方面的耐心。拜登此次访韩，有记者问他是否有什么信息要传递给金正恩。老态龙钟的拜登淡淡地回了一句 "Hello, period， 你好，就这么着吧。可见拜登执政以来并未形成明晰的这个朝鲜政策，只是想借助半岛议题进一步凝聚起日韩2个亚太区域的盟友。在这个语境里，朝鲜显然是作为所谓反派与假想敌出现的。再者，平壤方面也希望通过保持军事存在感来传递国内疫情防控局势可控的信号。我们从朝鲜劳动党连日来召开的数次政治局会议来看平壤方面对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还是迅速有效的。实际上，前不久，朝鲜当局还向世卫组织通报了国内疫情形势。一直以来，美韩为什么如此关注朝鲜方面的涉岛动作，甚至做到了有闻必录的程度？那您对这种常态化反应有何解读？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些个人观点。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朝鲜的军事动态是被拿着放大镜在检视的。来自平壤的一举一动都被美西方宣传机器进行了刻意放大。我们甚至可以说，一直以来，西方试图形塑但凡朝鲜有半点军事动向，半岛局势就会地动山摇的刻板印象。当然，这也与联合国安理会第2397号决议不无关系。北约部队在东欧各国的靶场里搞一次实弹射击的弹药消耗量都远不止这个数。又有哪家媒体真的拿着放大镜去检视几点到几点美军在哪里发射了多少枚导弹，射程多少，射高多少，飞行速度几个马赫呢？说说我的结论吧。美国与韩国长期以来就是想借此塑造半岛局势的稳定，主要是由北边破坏的刻板印象，仿佛美韩军事演习规模的升级是一种应对性措施、惩罚性措施，由此为美韩军事同盟的存续建立了所谓合理性。他们却一直在选择性无视朝鲜方面的应激反应，完全是因为美韩走得太近了。久而久之，朝韩之间的外交努力就非常容易被军事上的风吹草动影响，甚至是破局。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试图将半岛和平进程的节拍器握在手里。本质上，华盛顿并不希望这里迎来和平，驻韩美军也绝不愿意从这里离开。正如我刚刚所讲，美国长期以来将朝鲜视为所谓假想敌，以此来稳固美日韩军事同盟的基本盘，进而保持在亚太的常态化军事存在，这是为美国总体亚太战略服务的。拜登与尹锡悦谈的是朝鲜问题，心里想着却是中国与俄罗斯。周日上午10点44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将神舟14号载人飞船和3名中国航天员送入太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飞行乘组由航天员陈冬、刘洋和蔡旭哲组成，陈冬担任指令长。据悉，神舟14号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将在轨工作生活6个月，并承担空间站建造的重要使命。周日清晨，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广场举行。总指挥长同志，
我们奉命执行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您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陈东、航天员刘洋、航天员蔡旭哲出发。是，敬礼。3名航天员随后乘车前往发射场，沿途站满了壮行的群众。到达发射场后，3名航天员再向大家挥手致意。北京见。准备完毕后，3位航天员依次进入飞船。刘洋在进舱之前，还对着镜头向全国人民比出爱心手势，并挥手道别。5、4、3、2、1，点火。起飞，7零标动时上午10点44分，神舟14号载人飞船搭乘长征2号 F-14火箭发射升空。约577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14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长征3号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我宣布，神舟14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4号载人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经过6次自主变轨，于当天17时42分成功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7小时。据了解，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23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3次载人飞行任务。作为空间站建造阶段首次载人航天任务，神舟14号乘组将在轨驻留6个月，完成多项工作，创下多个首次纪录。神舟14号航天乘组他们工作任务很重，那么这主要涉及到了5次的接会对接和2次的舱位的这个转位，那么包括3次的这个出舱，这都是我们这次计划的一些任务。通过我们这些工作，会形成1舱到2舱到3舱。那么他们对这些操作和初始设置，对于我们空间站的建成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我就说这一次他们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2022年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投入运营之年。按照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规划，以神舟13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为标志，中国空间站已通过神舟12号、神舟13号2次载人飞行等任务，圆满完成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转入全面建造阶段，并计划2022年全面建成。服务神舟14号任务的天舟4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10日发射成功。接下来的半年里，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将在轨迎来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天舟5号货运飞船、神舟15号载人飞船，进行小机械臂在轨验证、大小机械臂在轨验证，利用问天实验舱、气闸舱进行出舱活动验证和舱外载荷安装等建造工作。见证并推动中国空间站完成建造并转入在轨运营阶段。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将亲手参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越建越大。此外，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也将在太空出差近6个月后，迎来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访问并完成轮换。神舟14号、15号将共同遨游太空，首次实现2艘载人飞船同时在轨。届时，6位中国航天员将首次实现共同在轨驻留，在遥远的太空中，他们将一起把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建设得更温馨、更舒适。国际舆论也持续关注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神舟14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美国太空网站第一时间就在网站首页最显眼的位置刊发了相关报道。报道特别关注了3名年轻的中国航天员。报道指，这3名航天员预计将在太空度过6个月。现年43岁的陈东是2016年神舟11号任务的老兵，正在开始他的第2次任务，首次担任指挥官。
现年43岁的刘洋女士于2012年乘坐神舟9号，成为中国第1位进入太空的女性。她正在进行第2次飞行。而45岁的蔡旭哲正在首次太空之旅。2010年，中国第2轮航天员选拔，3名机组人员全部入选，这意味着这是第1次没有中国老一辈第1批航天员随行的任务。路透社则报道称，中国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在开发技术建造自己的空间站，这是除国际空间站之外，目前世界上唯一在轨的空间站。中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成为航天强国。中国已成功发射了火星探测器，并成为第1个在月球背面着陆航天器的国家。法新社认为，在追赶美国和俄罗斯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美国和俄罗斯的航天员拥有数十年的太空探索经验，但中国大力推进的航天梦已经开始超速前进。